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清晨的阿里山，薄雾缭绕在参天的桂木之间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湿润气息，阳光穿透树叶的间隙，洒下一束束斑驳的光影，像是一幅静谧而神秘的画。远处隐约传来的鸟鸣声与微风拂过树梢的沙沙声，交织成一曲自然的旋律。然而，在这看似平和的山林中，似乎隐藏着某种未明的气息，让人不自觉地感到一丝寒意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啊，这里真的好美啊！小敏抬起手机，拍下眼前的风景。镜头里，清澈的潭水映着周围的树影，仿佛一面古老的镜子。他身旁的阿杰则显得有些心不在焉，他低头摆弄着刚从潭边捡起的一块石头，脸上露出几分得意的笑容。你看，这石头的纹路还挺特别的，像是刻了什么字。阿杰将石头举到小米面前，别乱捡东西了。导游老陈忽然开口，语气中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他是个年过50的本地人，皮肤黝黑，眼神深邃，仿佛对这片山林了如指掌。为什么？阿杰挑了挑眉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以为然。新娘潭的石头可不能随便带走。老陈放低了声音，目光落在那片平静的潭水上，眼神中闪过一抹复杂的情绪。小敏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，拉了拉阿杰的手臂，要不听导游的吧，这地方怪怪的。哎呀，别迷信了。阿杰笑着摇摇头，你也太胆小了吧，什么新娘潭，我看这就是个普通的山间水潭嘛。老陈叹了口气，停下脚步，转身看向两人，他的声音低沉，带着一种无法忽视的肃穆。你们知道新娘潭的传说吗？这潭水可不简单，相传几十年前，有一对新婚夫妇来这里度蜜月，结果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四周，仿佛在确认什么，结果丈夫不小心掉进了山崖，妻子悲痛欲绝，在潭边跳水殉情。从那以后，这里就成了他的栖身之地。每到夜晚，总有人听到哭声，看到一个穿婚纱的女子站在潭边，等着她的丈夫回来。小敏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忍不住四下张望，尽管阳光洒在她身上，她却觉得背脊发凉。真的假的？阿杰勉强笑了笑，但语气中少了几分轻松。信不信随你们。老陈的声音变得低不可闻，但记住，别靠近潭水，也别把这里的东西带走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导游的叮嘱让气氛沉重了几分。小敏想起刚才拍的照片，翻开手机相册查看，忽然她的手一抖，手机差点掉到地上。照片里，潭水清澈的仿佛一面镜子，但在她与阿杰的背后，竟然隐约出现了一个模糊的白色影子，像是一个穿婚纱的女人，静静地站在远处。阿杰，你看这个。小敏声音颤抖，指着手机屏幕。阿杰接过手机，皱起眉头，可能是光影吧，别自己吓自己。可是小敏刚想再说什么，老陈的声音从前方传来，别落后了，快跟上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小敏低头看了看照片，深吸一口气，把手机收进口袋，快步跟上导游。然而他没注意到，潭水的倒影中，那个白色的影子似乎抬起了头，空洞的眼神直直地盯着他离去的方向。走在蜿蜒的山路上，老陈的脚步放缓，似乎在酝酿着什么。他的背影显得沉重，语气也不再像刚才那样轻松。既然你们来了，就再多听一点这个地方的故事吧。老陈侧头看了看身后的阿杰和小敏，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神情。新娘潭的传说可不只是殉情这么简单。阿杰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，不就是老掉牙的鬼故事吗？吓唬游客的。你要是真这么想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老陈停下脚步，眼神中透着一丝冷意。但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地方的怨气可不是随便编出来的。小敏忍不住问，老陈叔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刚才说这地方的故事不止那些，还有什么？老陈沉默了片刻，像是在斟酌语言。他缓缓开口，声音低沉而带着一丝压抑。新娘潭的确是因为那对夫妻才得名的，但后来发生的事才让这地方真正变成了禁地。有人说，那名新娘跳潭后，
她的魂魄一直留在这里，日复一日地寻找她的丈夫。可是她找的不是原来的丈夫，而是每一个胆敢靠近潭水的男人。寻找，小敏喃喃重复，声音里透着一丝颤抖。对，老陈点点头。有些人说，他们在夜晚经过潭边时，听到女人的低语声，像是在叫一个名字。还有人看到水面上飘着白沙，甚至看到水里有模糊的影子，伸出手试图抓住他们。这不就是吓人的鬼话吗？阿姐笑得有些勉强，但握着石头的手却不自觉地用力了几分。你可以不信，但那些把潭边的石头带回家的人，后来都出事了。老陈的语气变得更加低沉，轻则噩梦缠身，重则失踪或者疯掉。小敏的脸色苍白，低声问，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？老陈摇了摇头，没人知道。有些人最后回到这里，把石头扔回潭里，可是已经太晚了。他们说，那个新娘跟着他们回了家。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四周的鸟鸣声也变得遥远而模糊。小敏下意识地拉住阿杰的手臂，低声说，阿杰，我们还是听话吧，把石头放回去，别紧张，不会有事的。阿杰强笑着拍了拍小敏的手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轻松些，但他的眼神却在不经意间瞥向了手中的石头。那块石头此刻显得异常冰凉，表面原本模糊的纹路似乎变得清晰了一些，隐约像是某个名字的开头字母。老陈看了看天色，低声提醒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得加快脚步，记住，无论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都别靠近潭边。几人继续前行，但小敏的心中始终无法平静。她回头看了一眼新娘潭，潭水依旧平静得像镜子，但她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正从水底深处注视着他们的背影。随着山路逐渐陡峭，浓雾似乎也愈发浓重，笼罩在四周的树木间，隐约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感。老陈走在最前面，步伐沉稳，却不再多言。小敏低着头，紧紧跟在阿杰身后，心中那股不安越发强烈。阿杰，你真的不觉得那石头有点怪吗？小敏忍不住压低声音说道。怪？怎么可能？阿杰摇了摇手里的石头，嘴角扬起一丝不屑的笑容。这不就是块普通的石头吗？你别自己吓自己了。小敏盯着那块石头，发现上面的纹路更加清晰，隐隐形成了类似绘字的笔画。她的呼吸一滞，脑海中莫名浮现出导游提到的那个跳潭新娘的身影。你看，这石头的纹路是不是像字？小敏指着石头问。阿杰瞟了一眼，皱眉说，就算是字，那又怎么样？可能是天然的。他故作轻松地把石头揣进裤兜，你别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了。然而，就在他把石头收起的瞬间，一阵诡异的冷风从潭边吹来，直钻进两人的衣里。小敏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环顾四周，发现浓雾中似乎多了一些模糊的影子，像是人形，又像是树影的错觉。老陈叔，小敏提高了声音，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雾不太对劲？老陈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看他们，表情凝重。这地方的雾经常这样，别离潭太近就好。可是，小敏刚想再说什么，脚下忽然踩到一块松动的石头，身体失去平衡，眼看就要摔倒。阿杰连忙扶住他，却在低头的瞬间猛地愣住了。你看那水里。阿杰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指着不远处的潭水。小敏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潭水平静得像镜子，但在水面上，他们的倒影旁边竟然多出了一道模糊的白影。那影子纤瘦而僵硬，头上似乎还戴着一顶头纱，像极了一个穿婚纱的女人。这不可能！小敏捂住嘴，声音颤抖的几乎说不出话来。可能是雾气反射吧。阿杰强行镇定，但他握住小敏的手心已经满是冷汗。两人屏住呼吸，紧盯着水中的倒影。白影的轮廓渐渐清晰，仿佛正缓缓地转过头来，露出一张模糊的脸。那脸上没有五官，只有一双空洞的眼睛，直直地盯着他们。走，快走！老陈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打破了这片诡异的宁静。他快步走过来，一把拉住小敏的胳膊，将她往远离潭水的方向拽去。
刚才那是什么？阿杰边跑边问，声音里带着显而易见的恐惧。别问，别回头看。老陈厉声呵斥，这地方的东西不是你能招惹的。小敏忍不住回头瞥了一眼，发现潭水依旧平静，但那道白影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的心跳如擂鼓，脑海中不断回想着导游的话，不要靠近潭水，不要带走这里的东西。天色渐暗，山林间的光线逐渐被吞噬，只有稀疏的树影和偶尔从树梢间透下的一抹微光勉强照亮前方的路。老陈的步伐明显加快，似乎急于离开这片区域。小米和阿杰跟在他身后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老陈叔，刚才那到底是什么？小米忍不住问，声音里带着颤抖。别问。老陈头也不回，语气里透着不容置疑的严厉。天快黑了，这地方晚上更不安全，你们只要记住，别回头看，别乱碰东西。阿杰咬了咬牙，故作镇定地笑了笑。老陈叔，你不会真的信那些传说吧？什么新娘幽魂，我看刚才就是雾气和光线的错觉。错觉？老陈冷笑一声，停下脚步，回头盯着阿杰。那你告诉我，刚才潭里的白影是怎么回事？还有你手里的石头，它是不是变了？阿杰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那块石头。他的表情瞬间僵住了，原本灰白的石头，此刻竟然变得漆黑如墨，表面还隐隐泛着湿润的光泽，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。这怎么可能？阿杰的声音颤抖起来，刚才明明不是这样的。老陈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，他低声说，我警告过你，这地方的东西不能碰，更不能带走，现在你惹上麻烦了。麻烦？什么麻烦？阿杰的声音变得尖锐，手中的石头仿佛有千斤重，他想扔掉，却发现自己的手竟然僵住了，怎么也松不开。别动！老陈一声呵止，迅速走到阿杰身边，低声说道，你现在把石头扔了，他会更快找到你，只能等天亮了再想办法解决。他是谁？小敏的声音几乎要哭出来了。老陈深吸一口气，目光沉重地看向两人。新娘潭的怨灵，你们已经把他的东西带走了，现在他会一直跟着你，直到拿回属于他的东西。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，小敏的脸色苍白，颤抖着问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老陈没有回答，只是低头点燃了一根香，双手合十，嘴里念念有词。他的神情专注而严肃，像是在与什么看不见的存在沟通。周围的空气变得更加寒冷，微风中似乎夹杂着低低的呜咽声，像是女人的哭泣，又像是风穿过树叶的声音。小敏忍不住抱住双臂，感觉背后有一道冰冷的目光正盯着她。别停下，继续走。老陈的声音低沉而急促，他已经在附近了。小敏下意识地回头，想确认身后是否真的有人。就在他转头的一瞬间，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了一抹白色的影子，那影子伫立在不远处的树丛间，模糊而僵硬，像是穿着婚纱的女人。她的头微微低垂，头纱遮住了脸，但她的手却缓缓抬起，似乎在向小敏招手。不要回头。老陈猛地拉住小敏，将她的头扳回去。他正在试探你，一旦你回应，他就会盯上你。小敏的呼吸急促，心脏狂跳不止，她死死地抓住阿杰的手臂，声音发颤，阿杰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阿杰咬着牙，强忍住内心的恐惧。不会有事的，我们能出去的。老陈的步伐越来越快，声音低沉而急促，再坚持一下，快到安全的地方了。但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阵奇怪的脚步声，缓慢而沉重，仿佛有人赤脚踩在湿润的泥地上，向他们一步步靠近。小敏忍不住握紧了阿杰的手，泪水涌上眼眶。阿杰，我怕。阿杰紧紧地搂住她，低声说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可他的声音里却透着颤抖，连自己都无法说服。四周的雾气越发浓重，那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，难以分辨方向。就在众人几乎绝望时，老陈忽然停下脚步，转身从背包里拿出一块红布，迅速绑在阿杰的手腕上。这是护身符，
暂时能压住他的气息。老陈低声说，但你们必须记住，今晚千万别睡着，也别离开我的视线。夜幕完全降临，四周陷入一片黑暗，只有老陈手中的手电筒发出微弱的光，映照出蜿蜒的山路和低垂的树影。几人终于找到一处稍微平坦的空地，决定暂时停下脚步休息，今晚就在这里待着，天亮之前千万别乱走。老陈一边低声叮嘱，一边从背包里取出几支香和一叠黄纸，熟练地摆成一个简单的结界模样。老陈叔，这些真的有用吗？阿杰看着那几支燃烧的香，声音里透着不安。有用没用，总比什么都不做强。老陈点燃最后一支香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的怨气很重，但只要我们不主动招惹，就能撑到天亮。小敏缩在阿杰身边，脸色苍白，声音微弱。可是刚才的脚步声，他真的会停下来吗？老陈没有回答，只是用手电筒扫了一眼四周，确认没有异样后才低声说道，他的脚步声是他的试探，只要我们守住心神，不回应不靠近，他就无法真正接近。气氛死寂的可怕，只有香火燃烧时发出的轻微噼啪声，以及远处传来的夜鸟啼鸣。小敏靠在阿杰肩上，眼睛始终不敢闭上，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潭边那道白影的模样。阿杰，小敏低声开口，你说他到底为什么会缠上我们？阿杰搂紧了他，低声安慰，别想太多，也许只是巧合。但他的话语里没有丝毫底气，连他自己都不信。就在这时，四周忽然刮起一阵冷风，吹得香火摇曳不定，似乎随时都会熄灭。老陈猛地站起身，低喝道，都别动。几人屏住呼吸，只见光圈外的黑暗中隐约有一道白色的影子晃动，那影子静静地站在不远处，纤瘦而僵硬，头纱随风微微飘动，仿佛在注视着他们。他来了。老陈的声音低沉而冷静，手紧紧握住一把折叠刀，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回应他的任何动作。白影渐渐靠近，脚步声轻而缓慢，却带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他停在结界外，似乎被无形的屏障挡住了，无法再前进一步。他真的进不来吗？阿杰低声问，目光死死盯着那道影子。只要结界不破，他暂时不会靠近。老陈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声音里带着一丝紧张，但他的怨气太强，结界撑不了太久。小敏忍不住低声啜泣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缠着我们？老陈叹了口气，沉声说道，他的怨念源于背叛和遗弃，每一个带走他东西的人都会被他视为背叛者。你们拿了他的石头，他就会认为你们是抛弃他的那个人。可是我们根本不认识他啊！小敏哭喊道，声音里充满了绝望。怨灵不讲道理。老陈摇了摇头，他只认他的东西和他的执念。白影始终伫立在结界外，头缓缓地偏向一侧，似乎在观察着他们。突然他抬起一只手，缓缓指向阿杰，他在叫你。老陈的声音冷得像冰，千万别回应，也别看他。阿杰的身体僵住了，额头渗出冷汗，他感觉到那只无形的手正抓住他的心脏，压迫感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他死死地咬住嘴唇，努力移开视线，但耳边却传来了低低的呢喃声，回来，回来。那声音悠悠传来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，又像是直接钻进了他的脑海。阿杰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双眼失焦，喃喃道，他在叫我。阿杰。小敏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拼命摇晃，不要听他的，醒醒。老陈迅速从背包里取出一张黄符，狠狠地拍在阿杰的额头上。阿杰猛地一震，像是从梦魇中惊醒过来，大口喘着气，冷汗湿透了全身。他在试图控制你。老陈低声说，他的怨念已经锁定了你，现在只能靠你自己的意志撑住。白影没有离开，他的手始终指向阿杰，像是耐心地等待着他犯错。四周的风越刮越大，香火摇曳得更加剧烈，眼看就要熄灭。天亮之前，他不会放弃。老陈的声音低沉而坚定，你们必须撑住。时间在无尽的黑暗中缓缓流逝，每一秒都像是被拉长的酷刑。阿杰和小敏紧紧依偎在一起，
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和燃香即将熄灭时发出的微弱噼啪声。老陈盘腿坐在结界中央，手中紧握一把匕首，目光警惕地注视着结界外那道白影。他还在那儿吗？小敏的声音颤抖，几乎要哭出来。老陈点了点头，声音低沉，他不会走的，直到他拿回属于他的东西。白影依旧伫立在结界边缘，头纱下的脸模糊不清，但那种冰冷的目光却像针一样刺入几人的心底。他的手始终指向阿杰，动作僵硬而执拗，仿佛在等待他做出回应。老陈叔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！阿杰忍不住低吼，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恐惧。我们不能一直耗着，总得想个办法。想办法？老陈冷笑一声，你以为它是普通的东西？怨灵的执念比你想象的要强得多，你只要稍有不慎，就会被他拖下去。那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吗？阿杰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手中的石头仿佛变得灼热，他几乎想要直接扔出去。别动！老陈猛地喝止，目光如刀般射向阿杰。他就是等你犯错，一旦你把石头扔出去，他会立刻冲破结界，直接把你拖走。阿杰的手僵在半空，脸色惨白，他的心脏狂跳，额头的冷汗不断滴落。他感觉到石头像是活了一样，表面传来阵阵冰冷的触感，仿佛有无数冰凉的手指在轻轻抚摸着他的掌心。阿杰小敏的声音微弱而颤抖，别听他的，求你了。就在这时，香火终于熄灭了，结界内的光芒瞬间消失，四周陷入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。白影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缓缓地抬起头，头纱下露出一张苍白而模糊的脸，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。结界破了。老陈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但却透着深深的绝望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败的气息。白影缓缓地迈出一步，脚步轻的没有一丝声响，却让人感到无比沉重的压迫感。他一步步靠近，身上的婚纱在风中微微飘动，仿佛与黑暗融为一体。快站到我后面！老陈迅速站起身，将阿杰和小敏护在身后。他手中的匕首闪着寒光，但他自己也清楚，这样的武器根本无法对付眼前的存在。白影停在几步之外，抬起手指向阿杰，空洞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。他要的是石头。老陈咬牙低声说，阿杰，把石头给他，但动作要慢，不能直接扔。可是阿杰犹豫不决，手心已经被汗水浸透。快！老陈厉声喝道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阿杰颤抖着伸出手，将那块石头缓缓举到半空，他的动作小心翼翼，生怕惊动了眼前的白影。就在石头快要脱手的一瞬间，白影猛地向前一步，伸出那双瘦骨嶙峋的手，直接抓住了阿杰的手腕。阿杰发出一声惨叫，感觉到一股彻骨的寒意顺着手腕蔓延至全身，他的脸瞬间失去了血色，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。他抓住他了！小敏尖叫着扑过去，却被老陈一把拦住，别靠近，你会被一起拖下去。白影的手死死地抓着阿杰，他的脸近在咫尺，空洞的眼睛里渐渐浮现出模糊的轮廓，像是一张痛苦而扭曲的面孔。他的嘴缓缓张开，发出低沉的呢喃，你背叛了我。我没有，我根本不认识你。阿杰用尽全力挣扎，但却像被无形的力量禁锢住了一样，动弹不得。老陈咬紧牙关，迅速从包里掏出最后一张黄符，冲上去贴在白影的额头上。黄符瞬间燃烧起来，发出刺眼的光芒。白影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松开了阿杰的手，身影迅速后退，最终消失在黑暗中。阿杰瘫倒在地，脸色苍白，嘴里不停地喘着粗气。小敏扑过去抱住他，泪流满面，你没事吧？阿杰，你吓死我了。老陈长长的吐出一口气，坐倒在地，脸上满是疲惫。他低声说道，他暂时退去了，但这事还没完，你们拿了他的东西，必须找到办法还给他，否则他迟早会回来。黎明的第一缕光终于穿透了密里，洒在几人身上。夜晚的寒意渐渐退去，但他们的身体却依然冰冷，仿佛被深深的恐惧冻住。阿杰的手腕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指痕，
青紫色的痕迹像是灼烧般嵌入了他的皮肤。小敏紧紧握着他的手，眼神里满是后怕和不安。阿杰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他还会回来吗？老陈站在一旁，脸上满是疲惫，但他的眼神依然锐利。他低声说道，他的怨气没有散，只是被暂时压制住了。他会回来，除非我们找到彻底化解的方法。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要什么啊。阿杰的声音里透着压抑的愤怒和无助。我们只是误打误撞到了这里，为什么要被卷进这种事？你们拿了他的东西。老陈冷冷地看着阿杰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责备。怨灵最忌讳的就是被触碰他的遗物，那块石头可能是他生前的陪葬品，也可能是他怨念的寄托。一旦你带走了，就等于打破了他的禁忌。阿杰低下头，看着手中的石头，那块石头现在看起来毫不起眼，表面光滑，却带着一丝莫名的凉意。他咬了咬牙，低声问道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把它扔回去吗？不能扔。老陈摇了摇头，他已经锁定了你，就算你把石头扔了，他的怨气也不会消散，反而会认为你在逃避责任，怨念只会更强。小敏听得心惊胆战，声音发颤地问，那我们该怎么做？老陈沉思片刻，缓缓说道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他真正的遗体，把石头归还到他身边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平息他的怨念。遗体？阿杰皱起眉头，可是这座山这么大，我们怎么可能找到？老陈的目光深沉，语气低沉而笃定，新娘潭，他的怨念来自那里，他的遗体也一定在那里。小敏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，可是昨晚我们已经见识过他的力量了，再回去不是找死吗？老陈叹了口气，如果不回去，你们永远无法摆脱他的纠缠，他的怨念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强，直到你们彻底被他拖进深渊。气氛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来。阿杰低头看着手中的石头，眼神里满是挣扎和痛苦。他想起昨晚白影抓住他时的那种绝望感，那种被死神盯上的恐惧。他知道老陈说的对，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好吧。阿杰深吸一口气，抬起头看向老陈，我们回新娘潭，但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们。老陈点了点头，目光坚毅，我会帮你们，但你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这一次我们面对的将是他最深的怨念。小敏的脸色苍白，嘴唇颤抖着问，他最深的怨念会是什么？老陈的眼神暗了暗，声音低沉，背叛、孤独、遗弃，这些情绪会化作最恐怖的形态，试图将你们拖入深渊。你们必须保持清醒，不被他的幻象迷惑。阿杰点了点头，握紧了手中的石头，目光里多了一丝决然。他低声说道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结束这一切。太阳已经完全升起，阳光穿透了层层的云雾，照亮了阿里山的山脉。几人带着沉重的步伐，重新踏上了通往新娘潭的小路。空气清新，鸟鸣声不绝于耳，但他们的心情却沉甸甸的，仿佛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。我们得尽快找到他的遗体。老陈的声音低沉，眼神时刻警惕着四周，一旦天黑，他的力量会再次变强。阿杰紧紧抓住手中的石头，尽管他已经不再冰冷，但他依然能感受到那股来自他的异样气息。小敏时不时回头看，似乎每一片树叶的摇动都让他神经紧绷。他会不会再出现？小敏的声音有些发颤，他已经知道你们回来了。老陈淡淡的说道，但他不会轻易现身，除非他感受到威胁。一路上，四周的景象逐渐变得模糊不清，树林越来越密，阳光也被遮蔽得越来越少，空气变得湿润而沉闷，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吞噬了。阿杰的心跳加速，他知道他们已经接近新娘潭的深处。当他们终于走到新娘潭边时，潭水依然清澈如镜，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，但池塘四周的环境却显得格外阴森。树木的枝条向水面低垂，像无数双张开的手，欲将它们拖入水中。我们要小心。老陈停下脚步，低声提醒，这地方有着强烈的怨气，任何不慎都可能引发更可怕的幻象。几人深吸一口气，缓缓走向潭边。阿杰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，那种不安和恐惧在他体内蔓延。
他低头看向潭水，水面平静如镜，倒映出他们的身影。突然，他的眼角余光捕捉到水面下的异样，水中的倒影开始扭曲，像是有某种黑影在水底徘徊。看！水里小敏尖叫一声，指向水面。阿杰猛地转头，目光死死盯着水面，水中的倒影渐渐变得模糊不清，像是被某种力量拉扯，水面开始泛起涟漪，像是有一个无形的手在试图将他们拉进水中。别看！老陈猛地一把拉住阿杰，眼神充满警惕。这就是幻象，他在试图干扰我们的判断。阿杰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转过头，眼神死死盯着前方的树林。他知道自己不能被水中的幻象迷惑，否则就会彻底失去理智。突然，一阵微风吹过，水面再度恢复平静。但就在这时，潭边的树木开始剧烈摇晃，仿佛有某种力量在推动它们。阿杰的心脏猛地一跳，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不安。他来了，老陈低声说道，准备好，一旦他现身，千万别慌张。几人屏住呼吸，四周的空气变得越来越凝重，树影在风中扭曲，渐渐形成一个模糊的人影。那个身影渐渐清晰，穿着白色婚纱，头发凌乱，脸上布满了苍白的死气。他的眼睛空洞无神，盯着他们，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怨恨。你们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，你们为什么要打扰我？阿杰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，心脏剧烈跳动，几乎要跳出胸膛。他紧握着石头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们不是故意的。阿杰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但他知道只有面对他才能结束这一切。我们只是想归还你的东西。白影缓缓向他们走来，每一步都带着沉重的脚步声，像是踏在他们的心头。他的手伸向阿杰，指尖微微颤抖。你们把我的东西带走，为什么不把它带回？我们带来了。阿杰的声音更加坚定，请你放过我们。老陈此时从背包里拿出一张符纸，低声念起咒语，请安抚怨灵，放下心头的仇恨。然而白影的脸上并没有任何放松的迹象，反而变得更加扭曲。他猛地张开嘴巴，发出刺耳的尖叫，声音刺破了空气，仿佛要把所有人的耳膜震碎。你们永远也无法得到安宁。他的声音充满了疯狂和绝望。你们拿走了我的一切，我要你们陪葬。一阵强烈的风暴突然爆发，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腐朽气息。白影的身影逐渐模糊，仿佛要将他们吞噬。快！老陈猛地推开阿杰，石头，把石头扔进潭里。阿杰没有丝毫犹豫，抓住那块石头，猛地将它扔进了潭水。就在石头入水的一瞬间，白影的尖叫声戛然而止，四周的风暴也随之消失，潭水再次恢复平静，周围的一切仿佛回到了最初的宁静。然而阿杰的心中却依然充满了不安。他知道，虽然表面上看似平静，但这场恐怖的纠缠并未真正结束。